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去德国最大连锁超市之一 Lidl 去买点东西。上次去的时候已经是5月上旬了，也就是说刚好半年了。我们都知道，德国的能源价格疯涨，那超市的物价到底如何呢？德国人是不是水深火热呢？现在跟我去看看吧。我们一边走，我一边说一些时事话题。今天走的是另一条德国科隆市中心的步行街，我猜肯定会看见几个乞丐，因为这是美丽风景线的一部分。比如开始的时候看见那位坐着的女人，她每天都在那里，是地地道道德国人。德国政府内阁昨天，也就是10月9日周三，根据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做出决定，禁止中资公司收购德国2家半导体企业，是2家啊。一家是位于多特蒙德的芯片生产商 Elmos， 另一家是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提供温度解决方案的半导体企业 ERS 电子。关于 Elmos， 我们前几天做过一期节目，当时呢，德国媒体报道收购案不会有问题，因为这家公司的芯片技术只是350纳米，已经很老了。Elmos 公司周一晚间，也就是10月7日，就曾表示，联邦政府可能禁止瑞典公司 Silex 收购其位于多特蒙德的芯片生产线。瑞典 Silex MEMS 纯代工厂是中国子公司赛维电子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向联邦政府提出建议，禁止中资企业收购 Elmos 公司。德国经济部长表示，中资企业收购芯片厂将对德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同禁止相比，任何为收购案添加附加条件的温和方式都不足以消除隐患。看来西方国家自己很心虚，现在任何想禁止中国收购或参国的行为，都会把国安威胁这个挡箭牌拉出来。Elmos 公司去年年底宣布，打算将旗下晶圆加工厂以8500万欧元总价出售给瑞典公司 Silex。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周二表示，包括半导体和芯片在内的关键性产业必须要格外敏感地审视对待。哈贝克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合理的假设，中国的投资在这些领域需要克服更高的障碍。对我而言，这也包括埃尔摩斯公司。他还警告说，不能在德国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不受任何保护的开放态度。但是多特蒙德市市长维斯特法尔指出，禁止 Silex 收购埃尔摩斯将会威胁到225个就业岗位。他说，如果收购案达成，这225名员工失业的情况就不会发生。现在埃尔摩斯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办。埃尔摩斯多特蒙德产线生产的晶圆厂使用的是一种已经很老的技术，埃尔摩斯已不再在自己的生产线使用这种技术，但是代售的技术对医疗测试设备十分重要。前面提到350纳米。而中国自己已经能够生产14纳米，技术比德国的 Elmos 已经先进了好几代。德国多位政坛有一定重量的人物都反对中资企业收购，可见啊，德国这届政府不仅意识形态特别严重，而且他们政府内部意见极不统一，各自为政，也就是所谓的 Deep State。政府各部门有自己的小圈子，总理的意志基本上无法执行。11月4日，德国总理舒尔茨闪电访问北京，这在德国内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德国6大部委都反对他去访问中国。说白了，目前德国整体相当反中，不仅仅是政府内阁，表面上是意识形态，其实呀，德国人以及西方人骨子里是害怕中国的崛起以及回归中国昔日第一强国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大家可以自己回忆一下，自特朗普以来，西方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都是这个战那个战，制裁这个制裁那个，他们在走逆全球化的路，妄图再建自己的小圈子，把中国排除在外。所以中国布局“一带一路”是非常正确的，有远见的。西方不亮东方亮，西方不亮南方亮，对吧？其实现在的什么供应链断裂通胀等等问题，除了美国超发货币之外，也与西方一味的去中国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去中国化意味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意味着运营成本增加，意味着老百姓要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的代价。
这又何苦呢？即使遏制与打压中国，也不能把中国打趴下去。也许可以稍微延缓中国的复兴，但完全阻止是不可能的。中国有14亿人口，而且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加上呢还有广大的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近60亿人口。中国做好那些市场，照样可以活得不错。西方这么胡搞下去，只能让自己的衰落更快，生活水平不是上升，而是下降。老百姓的财富也会缩水。不过他们西方人估计呢都不明白这些，让时间来告诉他们吧。中资交易案的反对人士担忧，中国可能会对德国的基础设施或关键产业取得过多影响力。由于德国近年来因为过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在因俄国入侵乌克兰而导致关系破局之后，陷入了能源危机。因此，德国与多数欧盟伙伴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在敏感技术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并保留否决收购的权利，以避免重蹈覆辙，在经贸上过度依赖中国。从联邦经济部传出的消息称，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打算总体上提高中资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收购德国企业的难度。一方面要减少单方面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关键技术的流失。今年国际上还有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目前看来，美国的执政党民主党可能会丢掉参议院以及众议院，那么拜登就变成跛脚总统，美国又会进入停摆的2年。看看呀，这就是西方引以自豪的选举制，越来越成为了笑话。不过说实话，越这样对中国不是越有好处吗？通过他们选举内耗，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是原地踏步，给中国赢得了发展时间。我们回忆一下，拜登刚上台的时候，所有那些漂亮的支票有兑现吗？拜登那个民主“一带一路”不知到底有什么进展了？还有欧盟2700亿欧元的欧版民主“一带一路”，好像也没什么然后了。前面提到，西方现在搞自己小圈子，越拉小圈子越禁锢自己，相当于给自己挖坑，最后可能会变成自我封闭的落后国家。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所谓的 GDP 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比如德国吧，人均 GDP 5万美元，大家看看这些建筑啊，这些基础设施，还有消费物价等等，真的有中国4个那么好吗？还是有太多水分了。如果与中国脱钩，必然还导致他们的物价会进一步被推高。物价可不仅仅是超市的食品啊，而是一揽子东西，包括什么食品呀、一切其他消费品、房租、保险等等等等。刚才说了，德国内阁禁止中国收购德国 Elmos 芯片工厂，以及美国中国选举。现在说到物价，这也是本期的话题。前面刚才提到，半年后我再次回到德国，到底德国超市的物价有没有变化？来，我们进去看看吧。在德国，像这样的连锁超市，它的网点比较密集，对我们在市区的人来说比较方便，因为走路就可以去，不用开车。在这点，我觉得比美国好一些。好，我们现在看的是苹果，我们可以看啊，它1公斤是1.89。像这种苹果，我们再看这种是叫 Pink Lady 2.59，比较贵一些。但总体来说，它的价格还是我觉得与半年前区别不大。像这样梨啊，1.99 1公斤。像这种是中国那种芽梨啊，9毛9一个。这个豆1.99，它是500克。胡萝卜1.29 1公斤。这芹菜是9毛9一把，大概有1公斤左右。像这应该是南瓜吧，1.99公斤，白菜1.29，价格区别不大。这种是西兰花0.85一颗，它是特价。土豆这是有机的，这是黄瓜1根是6毛9，然后有机的是7毛9。这俩区别不大，
也是跟以前价格差不多。这茄子它是1公斤1块9毛9，还有这种叫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哼，这是西红柿1公斤1.99，这种大的西红柿。有各种各样的西红柿了哈，的价格不太一样，有的平均1公斤，像这种很小颗的呢，1公斤可能是7、8欧元也有，比肉还贵一些。总体来说，我觉得还可以。这是食用油，就是葵花籽油，1公斤是2.99吧，刚才。还有这种是菜籽油1.99，价格回落了。像这种4.99，它是2、3升的，还有这个呢是比较贵的那个油4.79，还有这种呢是橄榄油。另外呢，这种是我又拍哦，这不是，这是拍人的葡萄，有机的葡萄2.791斤，这是1斤的价格。像这种是1公斤的价格4.29，4.29，4点几。我觉得价格跟半年前差不多。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葡萄啊，还有西瓜1.39 1公斤，2.99的这种是1颗吧，这种像哈密瓜一样的，1.39我买1颗吧。还有这种香蕉1.69是有机的，1.09是普通的。然后到鱼了。鱼的价格大概是20欧元1公斤左右，我看折算的价格啊，它这种它不是1公斤的，它是1盒的价格。还有牛肉是4.99 500克，相当于30多块钱1斤。这是鸡，它是1公斤的吧，4.99，这一只鸡6.99，刚才看。这种4.99的，我看应该是那种鸡腿，大的鸡腿，3.49也是大的鸡腿，应该是1公斤吧。这种是骨头。然后就是那个巧克力了啊，各种各样的巧克力，有几毛钱的，最便宜的5毛9，它是100克1片，1块4毛9。像这种在中国好像有卖这种品牌的。像这个呢是1.09，它稍微贵一些，因为它含的糖比较少。你看这种呢都是国际的品牌的，在中国也有，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甜食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涨价，应该没涨价。还有这种叫什么糖，这中国也有卖，应该是9毛9一包。和以前一样没有涨价，9毛9。哈里布，这是咖啡，对，咖啡，各种各样的咖啡。总体来说跟以前差不多。像这种它是咖啡的粉。500克1包，比以前贵了，我估计呢贵了1/3吧。像这种呢1公斤的，我觉得没有贵，没有涨价。然后呢，在这里是看的蜂蜜，各种各样的蜂蜜、果酱等等。这个牌子大家 Nutella， 大家看到这 Nutella， 那么大一瓶大概是800多克吧，是750克加上75克赠送的。然后这是蜂蜜，2块5毛9。500克，一般500克都是3欧元左右吧。像这种1瓶的4欧元。还有这里呢是麦片，各种各样的麦片，我觉得价格还是跟原来差不多。像这种黄色的牌子7.99这种，它虽然是新的货，但是它价格已经很高了，我觉得是涨价了。现在我看的是牛奶。9毛9了，好像比我半年前回去的时候贵一些了，1块09，脂肪的比例更高。像这种是像那萨拉米，因为是那个叫什么有机的，所以是贵一些。我喜欢买这种有机的，贵一些。
然后呢，这是奶酪，也是有机的 ，bio 都是有机的意思。这是酒类，我看呢酒类也是3块到6欧元左右，3到6欧元左右的价格吧，稍微比半年前应该是贵一些了，贵了也是1/3左右吧，我估计。4欧元、5欧元一瓶。这是波尔多酒，不知道它名字是波尔多，不知是不是真的波尔多啊。然后呢，这是酸奶，酸奶你看最便宜的3毛9、8毛9都有，各种各样的。8毛9那种是大瓶的啊，像一般都是几毛钱，在德国这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价，对吧？都是几毛钱的东西。这是新鲜的不是牛奶，这是那个意大利面条，9毛9了，或者是有机的1块2毛9。原来我记得之前是5毛9的，也就是涨了1倍。这面条涨了1倍，这是真的。各种各样的面条啊。这大米也涨了，原来是1块9毛9，现在加了5毛钱，相当于涨了25%，涨了2%5%。你看，原来这种煮粥的那种大米是好像4毛9还是5毛9的，现在变成8毛9了。这种呢是有机的大米，1块7毛5一斤，是一斤啊，不是半斤，一斤。这是新鲜的牛奶，9毛9，跟那边的差不多。这也是1块09，差不多，比原来稍微涨价了一点。涨价最厉害的，我觉得也是面粉，也是其中啊。原来比如说像这种啊，面粉是最便宜是3毛9一斤，1公斤的，现在变成了6毛9，是8毛9了。然后就是那个鸡蛋18个，你看是3块1毛9。然后10个呢，3块2毛9，那种是有机的，3块2毛9。这又是那种酒，这是红酒。红酒稍微便宜点啊，这里啊。好了，这是中国有卖的 Kronbach， 它是啤酒，1罐是8毛5，一罐是500克，500毫升。还有你看，这是 Pepsi 可乐，看一瓶是多少钱？刚才我没注意看。这是可口可乐，1块3毛5，应该是1升吧，1块3毛5，应该比中国贵一些，也是1块3毛5。好，这是普通的矿泉水，2毛5，原来是1毛9的，你看2毛5，也就是呢，涨价了30%。像这边的它是贵一些的那个矿泉水了，比如说9毛9的应该是1.5升的这种，德国的矿泉水一般是1.5升的大瓶，就是8毛9一瓶，要比那边普通矿泉水要贵几倍，对吧？这是厕所的纸，它的价格也是呢4、5欧元，还是可能是20卷了吧？这是海飞丝，海飞丝应该是400毫升的价格，500毫升的价格。这里是什么？女性用的，大家女性朋友对比一下。啊，准备去付款了。就这样，大家看一下我平时买一些呢物价，平时买就这样。就总体来说，我觉得哈有涨价，但是没有我想象那么厉害。这就是我买的一车东西，你看买了8个苹果吧，买了8个苹果啊。这个买了一个梨，对吧？还有这种面包、奶酪、一把葱、奶酪，对，又是面包，1块巧克力，还有这种萨拉米这种肉，熏肉，1根黄瓜也是那个有机的。这是退瓶的机器啊，因为德国很多的瓶子它有押金的，2毛5啊，或者是8分钱的，所以很多无家可归的他就捡那个瓶子来这里可以得到钱。
好，我准备上去了。没有看见有人退屏的今天，否则我就想给大家看看。很多无家可归者，他通过去捡瓶子，每天呢能够真的得到一些钱来活命。啊，我已经从超市出来了，给大家看看。今天天气不错啊，看看德国人戴口罩的几乎没有，对吧？只有极个别的，大家都放开了，躺平了。这就是人均 GDP $50,000的街景。街上很多自行车，还有男男女女。今天的天气其实不错，白天呢17度好像最高，今天其实不是特别冷。我觉得今年呢都不冷。哦，这是地铁站的入口。地铁站的入口这里是个大站。有好几线地铁在这里换乘的。这是一家书店，你看是不是？德国人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因为他们认为比较环保嘛，对吧？大家看，骑自行车的一个一个的过。这是美丽的风景线，很多的在德国，在科隆，好多个乞讨的，今天我看见。我没有专门去拍他们啊，就是我走过的时候看见他们，我就拍下来了。前面是出租车的那个一个站点，在德国是这样的，几乎没有用手机那个打车的，更没有网约车，就是因为他们出租车有他们的游说机构，所以呢不准网约车进来，没有美国那么自由，也没有中国那么自由。中国有滴滴，还有各种各样的打车、网约车，对吧？像德国是没有的。美国有很多城市都有 Uber。像这种自行车后面是可以带小孩的，你看对不对？很环保。这又有一个是乞讨的一个人。好，那我就从另外一个方向带大家看看德国科隆的街景吧，给大家看看，一边走一边看。这是出租车的站点，我刚才我说了，德国很多出租车确实呢是奔驰的啊，是很多，并不是全部。现在很多呢也有丰田的、大众的也进来了，不光光是奔驰了。他们统一的颜色一般是乳白色，比较好认那个颜色。但是德国的打车特别贵，我估计呢相当于中国的5、6倍，甚至10倍那么贵。1公里、2公里的那种啊，大概要人民币可能是40块钱左右吧，1、2公里左右要40块人民币。如果是到科隆，比如说10公里到科隆的那个机场，大概呢人民币是，现在我不知道，以前我知道，以前大概是300元人民币10公里。啊，那个有个人被撞了。10公里大概是300人民币，大家想想看就知道了啊，40欧元左右。现在可能更贵了。你看，这是美丽风景线，没有人来扶，这自行车随便倒。它是地上的有轨电车。我认为有一说一，德国的公共交通是非常发达的，真的，我觉得在世界上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但是它比较贵。比如说在科隆在市内坐一个方向吧，应该是2个小时之内有效，是3欧元，你可以换成各种各样的公共交通工具，反正同一个方向3欧元一次，比较贵。你看白天人也在喝啤酒，这德国比较普遍。像这种检测新冠的已经关门了，因为都放开了，躺平了，所以生意不好。这是汇钱回家的吧，可以说 MoneyGram。秋色不错，阳光也不错啊。11月初了，今年我觉得总体来说要比往年气温高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全球变暖的缘故。另外一个方向看看，
它的那个这种公共交通，像这种有轨电车比较密集。好，这是你看乌克兰的难民的车，开这样的车不错吧？难民开车来德国，这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呐。从另外一个方向拍这难民车，我估计是难民车，不好说，也许出差的也不一定，但很有可能是难民车。你说德国人是不是傻逼呀？对吧？骑自行车的人真的特别多，特别多。德国你看这种电动助力车几乎没有，对吧？几乎，只是说几乎没有，不像中国那样，中国现在自行车都消失了啊，一般都是那个电动的助力车了，室内啊。好了，这个风景不错，对吧？现在这样，这是科隆比较有名的一个坐标性的建筑，估计造价也非常高。秋色很美，天空很蓝，真的，今天天比较蓝。大家可以看右边又是什么？美丽的风景线又出来了，对吧？这是理发的，你看40欧元，洗、剪、吹40欧元是这个理发店的价格，好像是一家连锁店。旁边是个咖啡馆，咖啡馆的价格大家自己看看就可以了，大概是2-3欧元一杯吧，一杯咖啡2-3欧元。然后呢，这里各种各样的汉堡包的价格，你看5-6欧元左右，6-7欧元一个汉堡包，40多块钱，很贵了啊，我认为很贵了。这是另外一家理发店的价格，18欧元，光是剪还要给小费的啊，18欧元加上2欧元小费就是20欧元。好，这就是我回到家之后，我展示一下买了哪些东西，再说说吧。我买了8个苹果，一样4个，这是 Pink Lady， 粉色女郎的意思。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苹果，因为它的肉呢比较硬，而且比较脆。我特别讨厌粉的那种苹果。这种是 Gala， 另外一种也挺好吃的，也是比较脆的。买了一个9毛9的，相当于7块钱人民币一个这种梨，中国的梨，大概有5-6两。然后呢，买了葡萄1斤，应该是意大利的，意大利产的这种有机的葡萄，对，意大利产的，人民币10多块。像这种叫什么梅，我不知道啊。然后一个西瓜，1根有机的黄瓜7毛9，4-5块人民币。还有1斤这种豆，宽的豆，应该是10多块钱吧，15块钱。是哪里的？我看看，是摩洛哥产的阿嘎迪亚。这是有机的奶酪1包，还有这种面包，多麦的面包，这种也是有机的，也是多麦的面包，全麦叫全麦面包。这种萨拉米也是有机的，这种相当于熏肉吧，意大利味道的熏肉。1颗芹菜500克，不是500克，它是1颗9毛9，大概有1公斤左右的重量，应该1公斤多一点点吧，其实挺便宜的。这种 Haribo 这种软糖，我挺喜欢吃这个可乐味的。然后呢，这一片100克的那个巧克力 1.09%，70%的卡卡可可含量70%，这个质量比较好，有德国的质量标志。大家可以看到，一共花了26块8毛6，26块8毛6欧元。说，因为我今天买的是我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啊，总体我今天买的这几样涨价都不大，而且很多是有机的东西。像那些涨价特别多的，我今天没有买，因为比如说像大米呀、面条呀，我都没有买，因为我家里还有。总体来说，我目测啊，就是如果是平均各种各样的超市的物价的话，我觉得比我上次我去买，就半年前去买，我觉得涨价了大概2成左右，半年啊2成左右，是平均的综合啊。有的涨价很多，比如说油啊涨价特别多，而且现在回落了。
最离谱的时候是5欧元，现在只有3欧元了。去年买的时候是1.29，后来呢涨到5欧元，现在回落到3欧元，也就是比原来还是涨价了1倍多。德国的超市食品价格相对来说在德国属于便宜的，但是还是涨价了，大概我认为是半年当中涨价了2成。物价不仅仅是吃的东西啊，是一揽子的啊。刚才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吃的价格，还有呢理发的价格啊。理发的我忘记说了啊，理发的有一家是40欧元，对吧？洗剪吹40，原来是30，现在变成40，也就是说涨价了3.3成。另外一家呢，原来是15欧元，现在变成了18欧元，涨了3欧元，就是说涨了2成，也涨了，对吧？就是说呢，在德国涨价是总体的趋势，几乎什么都是涨价，而且总体来说涨价的幅度非常大。我这么说主要是对比我来德国20多年，过去20多年德国涨价幅度非常小，有的时候呢几乎每年可能涨了1点几、0点几，最多2%。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1年涨2成的，太夸张了。我觉得涨价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涨价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特别涨得凶猛，就是西方国家，还有那些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的那些国家啊，他们就惨了。OK， 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